今天呢，我要干一件大事儿，我要在这100支口红里面挑出5支最棒、最好看，涂上就是小仙女的颜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变美路上的247队友毛毛。今天呢，大家就跟我来一起挑口红吧。就是在过去的1年啊，虽然戴的口罩的次数是最多的，但是也是我买口红最多的1年。我算了一下，去年我应该有买了100多支口红，比我往年买的那些总和都多。我剔出了一些雷品，就剩下了今天的这100支。大多数都是2020年新出的新色。初赛呢，我选择淘汰赛制，就把我一看就不喜欢的颜色就先淘汰掉，然后剩下的颜色呢，我们再进行 PK 赛，最终决出5位最棒的颜色给大家上嘴试试色。在这些里面，占地面积最大、最抢眼的应该就是这个爱马仕家族了。它是2020年3月份第一次发售口红，大家对它的期盼也是非常的高的。我也是当时买了它整一套，基础的24色，再加上限定版的3色。但是现在我要把这27个颜色全部都淘汰掉，因为第一啊，它是真的性价比不高，价格真的有点太贵了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颜色出的有一点太高级了吧，就是它又不符合常规的审美，又不符合当下的流行，所以它的颜色就是很多出来都让人觉得怎么会出这种颜色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质地真的非常的干，像我在香港空气湿度有的时候都可以到达100%，但是我用它们还是觉得很干，就我本身就是一个干嘴星人嘛，然后就种种以上3条，这27支我都不是很推荐，那我们就把它们淘汰掉。那如果对爱马仕口红感兴趣的宝宝呢，可以去考古我的这2条视频，对我都有非常详细的试色给大家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按照顺序往下走，是阿玛尼今年新出的4个颜色。夏天出的呢是416、417，就是比较炫彩夺目的颜色。冬天的2支新色呢是208、209，都是属于比较温暖，然后棕棕土土的颜色。里面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416，也就是火龙果女团色，还有208，就是现在秋冬季新出的这个橘棕色，把这2支留下，另外2支淘汰。接下来呢，就是 3CE 的这3个限定包装色，也都是以前老色号，今天换了新的衣服。蓝色的这支就当时出来是颜色最火的了，是一个莓果色、浆果色。橘色的这支呢，就算是比较复古的玫粉色了。最后黄色的这支呢，就是有一点巧克力色、可可色，就我涂上去有一种恶毒后妈的感觉。其实这3支颜色都是非常的特别的，不是很日常、很常见、很容易撞色的那种颜色。但是吧，我用它们的次数非常的少，老是想不起来用它们，就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吧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先把它们3个淘汰掉了。接下来的2支呢，就是纪梵希的小羊皮唇釉，一共是有2个颜色。放在这100个里面就有一点点凑数的感觉了，就最后差2支，就还是把它们拿过来了。就是你不要以为就是相机上看起来很浅哦，它实际上涂起来也很浅，显色度、上色度真的都是非常浅，并且涂不匀，就来来回回的刷都会有划痕。这个已经不是我不喜欢它的颜色了，是整个的质地我都不喜欢。其实当时这个包装出来的时候，我是抱着很激动的心情，我觉得他们这个包装很好看，就粉羊皮唇釉。结果买回来之后就感觉自己踩了雷了，所以呢，这2支也要淘汰掉。接下来呢，就是4支 Roman 的果冻唇釉。其实我之前对这种近光的唇釉不是很感冒，但是后来看了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那个张雨绮，对，雨中的安琪儿，她的那个赛前访问嘛，我就觉得哇，那个她嘴上的口红也太好看了，那时候就燃起了我对这种镜面水光唇釉的爱。Roman 真的是算是平价中的战斗机了，我入手了4个颜色，13号、7号、11号和9号。那大家喜欢什么颜色呢？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，对，就是13号，把13号留下来。接下来呢，就到了奶茶系家族。其实这个奶茶系家族我也有专门的做过视频，就做过一次奶茶色合集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翻看那个视频。
然后奶茶家族呢，我选出了2支我最喜欢，就使用频度最高的。第一个是这个 NARS 的 Foxy， 就是这个唇釉，另外一个呢是 Tom Ford 的01号色啊，这2支算是这些奶茶合集里面我最喜欢的2支了，把它们留下来，剩下的呢就先淘汰掉。嘿，剩下的选手已经不多了。我们再来看迪奥的这个星星银管系列。迪奥星星银管呢，它的质地就是比较的滋润，然后是带闪片，就很闪亮的那种。也有给大家做过试色啊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挑出来我最喜欢的2个颜色，应该是847和976。976这个颜色是海豹色，就是他们的宣传色，也是一个女团的玫红色。847呢，就是一个带有番茄色的番茄红。这2支颜色是我挑出来比较喜欢的颜色。剩下的呢我就淘汰掉啦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去翻一下我以前的视频。哈哈哈哈，偷懒开始在手上试色。接下来呢是贝令菲，然后买的是他们今年新出的水光棒，买了4个颜色，但好像他们今年的颜色并没有引起什么水花，就哪怕我看小红书或什么上面他们的试色都不是特别多。听了一下李佳琦的推荐，买了11、22、55和333，大家盲猜一下我会喜欢哪一支？我的选择是第一个11号，就这个辣椒红，涂上去非常的显白，然后很滋润，很好看。剩下的22号也很好看，就是一个女团色嘛，但我觉得它没有迪奥的那个967好看。剩下的2个55和333呢，实话说啊，上手的颜色还挺好看，但是我上嘴之后发现它们有一点显黑。对，就上手好看，但是上到嘴巴上之后就觉得不是很能接受的样子，所以也给大家稍微的拔个草。这4支里面我们把11号留下，把剩下的淘汰掉。接下来是香奈儿，首先是炫光口红，我这边一共有4个颜色，212、152、116和70。网上最火的呢就是152和70号了。来，在弹幕上走一波，大家喜欢哪个颜色呢？我自己是在152和70之间有一点点纠结，想了想，我觉得还是选70吧，因为70就有一种富家女的感觉，涂上去非常有那种香奈儿的质感，并且这个里边也是带细闪的，我们把它挑出来，待会儿再跟迪奥的那个976做一下 PK 赛。对，然后这个我选择70，剩下的我们淘汰。接下来就是香奈儿炫光唇釉啦，是我最近的试色啊，应该就上个月才给大家试过色，分别是66、72、74、75和80。大家选择哪一个颜色？大家最喜欢哪一个颜色？3、2、1，揭晓我的答案。我最喜欢的呢是这个74号，其他的颜色也很好看了，但是涂在嘴巴上，并没有74号给我的冲击力那么大。就74号涂在嘴巴上就非常的复古古典，然后很有气质范儿。所以呢，这5个里面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。如果只能让我选一个的话，我真的会选74号。然后现在秋冬季节也很适合这个颜色，所以宝宝们如果想入手这个炫光唇釉的话，我觉得75真的是一个必买的色号。接下来YSL， 就是我这边 YSL 还正经占了挺大一堆的，有天鹅绒唇釉5支颜色，还有它的黑管唇釉，还有一个是水光唇釉。天鹅绒唇釉给大家试一下。 OK， 试色来啦，204、210、211、212、216，大家喜欢哪个颜色？盲看喜欢什么颜色？我这里要说一句，211和212真的颜色非常的像，就他们真的会吐槽说YSL的颜色就很像，对，实锤。还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区别啦。211有一点点就是棕色会多一点，稍微偏深一点。212呢，就是番茄的红色鲜活度会比较的高一点。那我的选择呢就是212，对，就是这个番茄红色。我跟你讲，212是跟阿玛尼的405颜色就是不能说是一模一样了，也算是99%了，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已经有
就是阿玛尼的405了，就是这个212真的是没必要入手了，这两个选择其一入手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要把这个212给选出来。接下来就是炫光，接下来就是 YSL 的黑管唇釉，410、407、409、416和432，大家喜欢哪一支？我唯一还剩一支水光唇釉，我也给大家试色，因为它的颜色我发现跟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像。最上面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水光唇釉617，跟407特别的像。它们都是这种就是水润，然后涂上去很容易成膜玻璃唇的感觉。大家喜欢哪个颜色呢？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水光唇釉，还有它的同色系407，颜色非常的像，大家选择其一入手就好了。这个617这个颜色呢，其实也是我好朋友推荐给我的。他说这一支他竟然用到空瓶了，就我很难想象说唇釉能用到空瓶，但这一支很日常百搭好看。对，这是强烈忍不住要给大家种个草。偷偷剧透一下，这一支应该也能上到我今年的前5吧，这颜色真的太好看了。那617选择，剩下的5支我们就先淘汰啦。给大家试一下芭比 Brown。Bobbi Brown 今年也是出了一系列的奶茶色系，然后这几支也是我做了一些功课买来的，它们都是英文名，我们就叫它1、2、3、4吧。大家喜欢哪个颜色？买定离手请发弹幕。根据我就是上嘴试色挑选出来的结果，就是这个七夕包装的 Cranberry 这个颜色。就其他的它的奶茶色做的真的是颜色太淡了，我觉得不太适合亚洲妹子。上在嘴上吧，就会有一种病殃殃的感觉。对，那我就把这个 Cranberry 留下，剩下的3支淘汰。接下来我们是 MAC 的子弹头，这支呢是樱花新包装，然后是一个老色号 C Share， 然后剩下的3支呢，金色的子弹头是它跟博主的联名款。这3支呢，我之前有出视频测试过，来给大家刷个色。大家喜欢哪个颜色？最浅的这个就是那个 C Share， 它其实有一点类似于润唇膏的那种质地，对，饱和度比较低。剩下的3个呢，就是金色的子弹头。大家喜欢哪个颜色？3、2、1，请发弹幕。对，根据我上手上嘴的效果来说呢，我最喜欢这个颜色。这4个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Hand Dash， 因为它颜色还挺特别，有一点点像姨妈色，然后质地也比较的滋润。但是吧，现在它们是限量的，所以应该已经买不到了。我觉得选出来对大家帮助意义也不是很大，那我就先把这4支都淘汰了。接下来的兰蔻还有3支。这2支跟刚刚的那个奶茶色其实是在七夕限定包装里面，然后我之前也做过试色啦，这里就不给大家多赘述。兰蔻的这种宝石唇膏，我自己并不是很常用，虽然买来，但是我不是很常用。就不管是从颜色还是从质感上面，我觉得都不是最拔尖最突出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3支买来，我私下用的频率真的非常的少。就对颜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我的视频，那这3支应该也是进不了我的年度榜单啊。另外一支，其实这一支我觉得还不错，它是兰蔻的冰蓝润唇膏来的，它里面呢是带这样一种粉粉的颜色，并且呢里面带有薄荷，涂在嘴巴上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会非常的清爽舒服，可以说是我的月度最爱。高温的时候我可以能把它当成月度最爱，但是年度来说的话，用到它的次数真的还不是很多。最后4支就是植村秀的新品方管，还有这个是 Silk， 就日本的一个小众牌子。先是这个啊，就是我最近非常常出现的，然后其中有一支呢是我涂了之后大家都会问的，说你今天涂的这个色号是什么？对，我之前出镜常涂的是这个颜色，对，被大家问到最多的也是这个颜色，一个是这个是10号，旁边那个是9号。涂上去就被很多人问口红色号，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，所以呢，这个10号我也就把它挑成我今年的年度爱用。
OK， 到了最后2支植村秀了，给大家先刷手看一下颜色。哇，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，是这2个颜色真的都很好看。一个是 AMRD174， 另外一个是 AMB2784。好像784上镜头有一点点的显荧光，但是174刚刚上手的时候真的绝了。哇，颜色真是又秋冬又女人。那这2个的话，我就把174选进来了。OK， 经过了淘汰赛制，我从100支里边挑出了15支。接下来的任务呢，就是从15支里面，我们再挑出最后的5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15支分成了5组，我们每组会选出1支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试一下，就是这3支唇釉。Foxy， 然后还有香奈儿的75号，还有阿玛尼的28号，它们都是属于比较土土棕棕、比较显气质，然后复古的颜色。阿玛尼208，还有香奈儿炫光唇釉75和 NARS 的 Foxy 唇釉。首先我要排除的是 NARS 的 Foxy 唇釉啦，因为它的质感有一点黏黏的，上唇质感并不是那么舒服。其实，在香奈儿75和阿玛尼208之间，我有一点点的纠结。这2个其实我都很喜欢。那其实这么看下来，我自己觉得是208赢了，因为208的显色度啊，然后整体的气质感啊，再加上就是阿玛尼红款的这个质感呀，就是真的是让人难以拒绝。所以呢，这3个之间，我选了阿玛尼208。OK， 5个常态位，现在有1个已经被占据了，剩下的4位将花落谁家呢？我们继续向下看。接下来就是番茄红色系，有1个是迪奥的847，另外1支呢就是 YSL 的212。对，比较厚的那个是212，薄的那个是847，颜色非常的相近，只不过是一个质地比较轻薄，一个质地比较厚。大家怎么选？我有一点纠结，因为这2个真的都很好看。我决定了，选择 YSL 这个212，这么看起来还是它更抢眼、更好看。OK， 选它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出我们的女团团体416、967和70，大家看一下最喜欢哪个？1、2、3，大家最喜欢哪个颜色？请打在弹幕上，我们来揭晓。哎呀，揭晓个什么呀？我自己都有点不知道。但是从我刚刚涂的表现看啊，就是涂到70的时候是会让我就是虎躯一震，就是内心会有一点小荡漾，就是小欢喜感觉的，就是没有那么纠结的。我选择了香奈儿70号这个炫光口红。接下来我们是2个水光唇釉的质地，这2个质地比较像，但是颜色不太一样。1号和2号，大家喜欢哪个？1号和2号，大家喜欢哪个呢？哎呀，我自己就不卖关子了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617。对，就平时不知道涂什么的时候，我也会拿出它来试一下。然后 Roman 的这个呢，它的水润程度其实比 YSL 的这个水润程度是要差一点的。对，那就选 YSL。最后一组的竞争呢，可谓是相当的激烈了，一共有5个颜色，就是刚刚我们挑出来颜色比较相近的，都是这种口红的质地。刷好色了，大家看最喜欢哪一个？其实真的很难挑哎，真的，我这一组是最难选的，这5个颜色哦，我真的是超喜欢，这5个颜色真的都绝了，好吧？那还是选择就是询问度最高的这个 Silk 的10号，这个颜色其实上手来说是最吃亏、最不讨喜的，但是其他的颜色我涂上你们也不问我呀。对，并且它这个颜色就是焦糖栗紫色，也算是很文艺范儿，很适合秋冬季节的一个颜色吧。我真的实话实说啊，这几支我选的真的是超级纠结，我有一点点选不出来，然后就只能按照就是最近喜欢来选一个的话，就是这一支啦。100个里面挑5支，我们终于挑完啦，那就是这5支。从右到左依次是阿玛尼205、YSL 天鹅绒唇釉212、YSL 水光唇釉617、Silk 10号和香奈儿炫光口红70。
哦，一路成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但是现在情况很尴尬的是，我的相机内存也满了，然后电量也用光了。刚刚录制真的耗时太久了。那这5个的试色呢，我们就放在明天的视频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点个赞。没关注我的话，也欢迎关注我。我会尽快把这些试色的视频录制出来给大家看的。让我们试色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